你身边有处女座的朋友吗？又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处女座的人？你知道处女座人总是不断的学习，希望自己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模范生。他们做起事来有教条式的规则，总是有一定的 SOP。 在恋爱中，当他们遇到真爱，也会不顾世俗的眼光，为爱疯狂。在生活上，他们要求自我，想尽办法达到完美。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个性？强烈的建议你，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你就会了解处女座为什么是这样个性的人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先订阅我们，点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期精彩的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故事教会我们的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在遥远的西方，有一个名为希腊的国家。这片土地原本是荒芜贫瘠，寸草不生。经由奥林帕斯山大地女神迪密特广施恩惠，让大地长出丰盛的草木、果实和五谷杂粮，借此人类和动物才得以生存。宙斯和迪密特生下波瑟芬。波瑟芬长得美丽动人，青春可爱。有一天，宙斯正苦恼的如何复活海利克斯妻子和孩子的事，便邀请了冥界之王黑帝斯上来奥林帕斯山宫殿一同讨论。与此同时，波瑟芬正在宫殿外的花园和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嬉闹玩着。宙斯问黑帝斯：海利克斯已勇闯12宫了，你能否破例一次，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复活吗？黑帝斯坚决回答：冥界的事情是我说了算，而且人死不能复活，不然秩序会大乱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一下又要我那样，一下又要我这样，那我不是烦死了吗？说完这句话之后，黑帝斯便转身离开，来到奥林帕斯山花园散散心。这时候，波瑟芬突然发现花园中开满了紫色的水仙花。他好奇地询问身边的朋友：这也是水仙花吗？我之前怎么没有看过这种品种？黑帝斯突然走到波瑟芬的身后，告诉他：这个品种与出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知道它的花语是什么吗？波瑟芬问：是什么？黑帝斯顺手摘了一朵紫色的水仙花，送给了波瑟芬。遇见你，我很开心，是这朵花语的含义。你好，我是花痴黑帝斯。听到黑帝斯幽默的回话，波瑟芬哈哈大笑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波瑟芬。处女座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学识渊博、别人心目中的榜样。黑帝斯与波瑟芬开心地聊了一会之后，波瑟芬问：在天界从来没有看过你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黑帝斯回答：我是从冥界来的。你知道冥界吗？波瑟芬说：没听过。冥界在哪里？黑帝斯回答：哈，你没有去过冥界吗？那边比这边好玩好几万倍。走走走，我带你下去玩。涉世未深的波瑟芬就跟随着黑帝斯一同回到了冥界。几日之后，大地女神迪密特找遍天界也找不到女儿波瑟芬的身影，让她的心情荡到了谷底。因此，原本生气勃勃的大地也受到迪密特的心情的影响，又变回寸草不生、荒芜贫瘠的模样。而人类和动物又再次遭遇饿死与饥荒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黑帝斯带着波瑟芬来到了冥界，去他们冥界最好玩的游乐场。
南瓜杰克鬼屋。准备要进鬼屋时，黑帝斯告诉波瑟芬，进这间鬼屋有个规定，你的手一定要让我牵着才能进去。波瑟芬没有想太多，于是便牵起黑帝斯的手。这时候黑帝斯说，你怎么会主动牵起我的手？这样我的心会跟你走。波瑟芬回答，哦，你很贱耶。就这样子，他们很愉快地相处了好几天之后，波瑟芬渐渐地对黑帝斯产生了好感，而爱上了他，便在心里暗自下了决定，留在冥界与黑帝斯共同生活。处女座的人一旦遇到心中的唯一，便会抛弃一切，为爱疯狂。终于，大地女神迪密特受不了找不到女儿波瑟芬的痛苦与焦虑，于是便跑到宙斯面前威胁说，我的女儿已经失踪很久了，你再不帮我想办法把她找出来，就算全天下人类都饿死了，我也不管。宙斯惊慌回答，好，你先息怒，这件事情我一定想办法把波瑟芬找出来，你先回自己的宫殿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在迪密特离开之后，宙斯着急的叫使者带阿波罗来到宫殿，有急事找他。当阿波罗来到宫殿，听完宙斯的描述之后，便前往世界各地找寻波瑟芬的下落。阿波罗寻找数日之后，依然未能找到波瑟芬的消息。这时候，月之女神阿提密斯现身在阿波罗宫殿，说，亲爱的弟弟，我最近有在其他众神口中得知，你在寻找一个女孩子的下落。我知道黑帝斯最近身边出现一位女孩，你要不要前往冥界问问看黑帝斯？说不定你要找的那个女孩就在他那边。阿波罗听完姐姐的建议之后，也没跟姐姐道谢，就马上前往冥界去了。阿波罗来到了冥界，看到了波瑟芬，马上要将她带回天界。他强烈的拒绝跟阿波罗回到天界。波瑟芬说自己已经爱上了黑帝斯。阿波罗惊讶的说，你怎么可能会爱上黑帝斯？请你给我个理由好不好？拜托。波瑟芬冷静地问，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阿波罗回答，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吗？波瑟芬说，唉，我跟你研究研究，干嘛这么认真？需要吗？最后，阿波罗劝说不了波瑟芬，无功而返，并且把这件事情回报给宙斯。这样子你就知道了，处女座的人很有自己的原则，对事情的底线不容易有一丝的退让。宙斯听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十分慌张，便亲自前往冥界去。当宙斯来到了冥界，对着黑帝斯说，你赶紧让波瑟芬返回天界，不然世界上的人类都快灭绝了。波瑟芬问，为什么人类快灭绝了？宙斯便将详细的情况告诉波瑟芬。得知情况之后，波瑟芬难过的说，没想到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，我不想放弃我与黑帝斯的感情，到底我要怎么做才可以？宙斯急忙的说，你赶快跟我回天界，等事件平息下来之后，你再回冥界就可以。波瑟芬强烈的反对说，我不相信你所说的话，说不定我回去之后，我便再也回不了冥界。黑帝斯默默地看着波瑟芬说，这里有一颗冥界的果实，只要你吃下去，你就一定能够再回来冥界3个月。波瑟芬接过果实之后，便马上将果实吃下，便赶紧跟着宙斯返回天界。大地女神迪密特看见平安归来的女儿波瑟芬，瞬间喜极而泣。原本寸草不生、贫瘠的大地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。从此之后，波瑟芬1年都会有1/4的时间回到冥界，
而每当波瑟芬离开时，迪密特会因为女儿的离开，使得人间下起大雪，仿佛是因为她的离开而哭泣。处女座的人虽然事情无法做到十全十美，却用心追求到完美。自此之后，宙斯为了纪念大地女神迪密特的付出与波瑟芬的牺牲，便将两人融合在一起的形象放上了天空。这便是处女座的由来。处女座的人大约出生在每年的8月23日到9月22日之间。人们常说，处女座的人在生活上，他们讲求秩序，遵守原则，但又有人说，他们吹毛求疵，做事一丝不苟，是个完美主义者。在工作上，他们强调分工，而且相当务实，但又有人认为他们相当严苛，也过分要求。处女座的人在感情上喜欢聪明冷静、学识渊博的伴侣，他们不喜欢思想幼稚、不够成熟的另一半。在谈恋爱时，他们会对伴侣包容性特别大，却又常常会批评另一半的朋友不够优秀。你身边有处女座的朋友吗？又或者是你也是处女座的人？关于处女座还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是我们没有提到的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。对了，顺带一提，上期我们有聊到巨蟹座的人，对于巨蟹座有兴趣的朋友，也可以点击上方的资讯卡的连结，去做更深一步的了解。我是这期主讲人翔宇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内容不错，请订阅我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失每期精彩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本期的内容对于你的朋友有帮助，请分享或转发给他们。故事教会我们的事，我们下次见。